妹妹，你回来了。是，我回来了。不过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听他们说了，你打算放弃复国之事。你骗了我，背叛了我们。妹妹，姐姐，你好无情！你难道已经忘记母后的死了吗？我没有。正是因为我见过了母后的死，经历过了那种生离死别的痛苦，我才不希望这种事情再降临到别人身上。战争，那需要无数无辜的生命去填补。故国已不复，我们为什么不重建一个新的家园？你不过就是喜欢上百里东君，你就是为了一己之私，不要把自己说的那么伟大。是，我是喜欢上了百里东君，但这与我的决定无关。你以为我会信吗？在你心里，儿女私情这种缥缈的感情，也值得用生死去托付吗？月瑶，别说笑话了。于他而言，你就是个骗子。就是个有着国仇家恨的仇人。我们的感情当然值得用生死去托付。妹妹，那是因为你还不曾遇到。就算是生死托付又如何？最后还不是无能为力。你说什么？你的百里东君帮他的好朋友叶鼎之抢亲去了，不过最后失败了，现在下落不明，怕是已经死了。东君，要是有个人能来陪我就好了。要不我先去打呼一下师傅给我留的那把琴。怎么，这就耐不住了？听你的声音，似乎刚睡醒的样子。世子爷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我就好奇，这次你一声不吭，乖乖领了罚，在这里待着，是开窍了，还是想和我斗气？现在看，都不是。你是想找个地方来偷懒？谁偷懒了？我这又练琴又练剑的，有本事你进来，咱俩比划比划。谁要跟你比划呀？我来这里是要问你，为何进你的族？你想清楚了吗？
因为我是为我的朋友抢亲，而我抢亲的对象就是天启城里的王爷。我姓百里，我不能只为自己考虑，我身后还站着整个镇西侯府。放屁！我看你跟李先生学的都学到狗肚子里了。云儿是你儿时的挚友，是你长大后生死之交的兄弟，你帮兄弟抢亲，这件事本没有错。就算如你所说，会连累镇西侯府，你依然也没有错。如果我们行在世间，只为了功利虚名而蝇营狗苟，那还算得了什么好汉？你错的只是你自不量力。自不量力，就是你做了自己还做不到的事情，却承担不了失败的后果。不过你倒也不愧是我的种，你老子年轻的时候也抢过亲。当年我要娶你母亲，但你外公不同意，因为已经将你的母亲许配给岭南许家的长公子。于是他们成婚那天，我便去抢了亲。当时你爷爷也不支持我，你爷爷有千军万马，却任由我一人一剑去抢的亲。但没关系，从许家的长公子到许家的掌门到许家的供奉，一一倒在了我的剑下。我能够带走你的母亲，除了两情相悦，还因为我有这个实力。而你有实力吗？这才是我关你在这里禁足的真正原因。你也知道，如今的泰安帝已不是当年和你爷爷与叶羽将军同生共死的兄弟了。曾经的义气，哪能抵得过被权力冷硬的心？所以你爷爷一直不希望你掺和进这复杂的事情中去。但你既然自己选择进入，那就要做好准备。朝局无情，但我们却要有情。你随时可以离开这里，只不过如何？告诉门外这些士兵，你准备好了。只有一次机会，我可不是什么闲人，没时间经常跑到这里找你聊天。反正你记好了，若想提前出去，就让人给我带话。我很期望你来找我的时候，能让我看到你真正的能力。世子爷，臭小子，不要再这么叫我，我是你爹。打李成风，你个臭小子你！老爹，多谢你。多谢你能和我说出这番话。行了，你个臭小子，好好练功吧你。嘿，嘴硬。
叶少侠心魔难除，不如放弃这魔仙剑。无忧前辈，难道我的心魔是因这魔仙剑而起的吗？徒儿，我不让你看，是因为这是至死才能挥出的一剑。这绝世的强大，只是为了不留余地的最后一瞬。师父！如果我不能同他携手离开，那能否凭着至死的一剑，来换他的自由？叶少侠，无忧前辈，这次又多谢您了。您安心，求死一剑，我是不会用的。因为这一剑，只有到了真正用上的那一刻，才能动。既有生路，何负死路？何为生路？放！不，无忧前辈，早些休息吧。谁？好久不见了，叶鼎之。你又跟来了，你还来做什么？当然是来嘲笑你啊，嘲笑你自不量力。不过也来祝贺你，去了一趟天启还能活着回来。只是没想到啊，失败了一次，就跑到这种地方龟缩起来，真是废物！啊，你还在无谓的坚持些什么呢？那老东西既然会劝你放下，那说到底，他就算不是景域王的人，也是向着天启皇城的。而我，不但不会劝你放下，还会帮你拿到你想要的东西。我想要的东西，我自己拿就是。你还是走吧，我们终归不是一路人。那谁和你是一路人？在最西边的地方，有一个曾与我同路的人，只可惜我连累了他。也不知道云哥现在怎么样。还是希望小师兄能护住他吧。
琴谱，师傅留下的。小姐，等了几日，终于等到这琴声奏响了。是啊，就是有些难听。看来他也发现你悄悄留下的琴谱了。见过少主。你们果然也跟来了。我师父已经死了，你们已是自由身，不必再称我为少主。主人对我们4人有救命之恩，我们发过誓，此生侍奉主人与少主。少主一直未曾召唤我们，我们也不敢轻易出现，只好悄悄跟随。虽然我们4人武功不济，但只要少主有需要，我们4人必然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罢了，起来吧。我找你们，确实是有一事相求。少主，请说。我担心一个人，你们能不能暗中潜入天启，帮我打听打听，他过得好不好？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经了这一遭，我们欠天外天的养育恩情，也算是还清了。管家，管家，琅琊王来了！王爷。 我家王爷去了银都，人不在家，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。王爷，现在只有您能帮老奴啊！卞总别说，现在情况如何了？我家王爷娶的王妃武艺太高，我们也进不去，就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啊。早就劝过皇兄的。
嫂嫂，小心！谁是你的嫂嫂？你如何不躲了？李先生最厉害的弟子，难道躲不过我这一掌？若是若风挨下这一掌，嫂嫂会更开心一点吗？况且现在，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讨打的吗？听闻嫂嫂有了身孕，特地来探望嫂嫂。有身孕的又不止我一个，琅琊王却特来看望我，是怕我一时想不开，一气之下杀了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吧。嫂嫂，成婚是一回事，有了孩子，又是另一回事。嫂嫂心中始终耿耿，若风实在不敢怠慢。你可以走了。我易文君没你想的那么决绝，也没有你想的那么软弱。那这个孩子，嫂嫂会生下来的吧？至少我不会主动毁掉它。不过，如果老天有意带走它，我也不希望有人拦着。你可以滚了，滚！若风，多谢嫂嫂。他倒是有个好弟弟。抱歉啊。进。二小姐，有急报。吴相使传了消息过来。易文君怀孕了，好一个心上人呐！你这般关心她，她就和她心爱的夫君孕育子嗣，被翻红浪了。好笑，好笑。次年申冬，景裕王正妃胡错阳诞下景裕王第6子。诞下之初，其子嚎啕如雷，王府震惊。琅琊王亲自取名萧楚河。又2月，侧妃易文君诞下景裕王第7子。易文君推却景裕王琅琊王定下之名，而请师兄骆青阳为其赐名萧雨。李先生走了，把学堂祭酒的位置交给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山前书院的人。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？这代表着李先生已经决心离开天启城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当年帮助圣上打下江山的这些人，只剩下镇西侯了，手握重兵，镇守国门。可如今，国门之外哪来的汉敌？他又挡谁呢？在圣上的眼中，
他才是汉敌。杀了他，龙峰卷轴上，我保证写着你的名字。锦轩公公，本王方才有一句话一直不敢问大姐，现在斗胆想请教请教您。殿下言重。为何大剑要本王如此做？按照祖训，新王登基后就任大剑，该去往何处啊？须守皇陵，终生不得离开。但师父不想。若有朝一日，本王能……嘘，有些话只能说一半。殿下，请。虽然三言两语就会被迷惑，不过好歹还是有一身的胆气和狠劲儿，所以还不算太过不济。看重的就是他这股狠劲儿。不过，同百里洛尘比起来，就好像拿小孩们去争抢陀螺的凶狠，和提着刀一路上砍下无数颗头颅的凶狠去做对比。当日，我们曾有杀百里洛尘的机会。在黔东城杀百里洛尘，你们也太天真了吧！所以才会被古尘所打伤，连天外天都不敢回，不是吗？是，这还是要托卓清大剑的福。不过请大剑放心，我们兄弟二人的功力已恢复大半。既然我们在黔东城杀不了他，那我们就在天启城杀他。很好，希望二位能够说到做到。那个镇西侯府的叫百里东军的小公子，七斩星夜胜过碉楼小筑，还有天下第一人为他策马之鞭，带着他绕城天启，最后还喧嚣而去，真是听着都恣意呀。如果他身后不再有镇西侯府，也不再有学堂，他还会如此恣意吗？学堂里自以为风流的少年啊，这次就连同百里洛尘一起毁掉吧。